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中俄这一次是设局要拖垮美国吗？因为呢，我们先来看到最近有非常多的动作，恐怕会拖垮美国的国力。先来看到川普派的是第3艘的航母，现在准备要进入到中东地区了。另外呢，他准备要来派吗？82空降师来夺取伊朗的高浓度的浓缩铀，地面战会不会启动？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个呢，现在川普要来派出的第3艘航母就是乔治布希号前往中东地区了。那么另外一方面来看到，这个是美国的多家媒体在披露的，包括了美国跟以色列，他们正在讨论一个被称为是极度危险的军事的计划，也就是说，他们接下来要派遣特种部队深入伊朗的境内来夺取他目前拥有的这种高浓缩铀的库存。那么现在也做了一个评估，说这个情报显示，伊朗它拥有450公斤的高浓缩铀，是可以制造高达11枚的核武器的。好，这是针对于浓缩铀美以这边的一个最新计划。再来看到第2个计划，就是他们要派的是第82空降师。美国无预警的现在取消了大型的演习，进入了备战战备的状态。一旦呢美军进入到伊朗的本土，这是来自于伊朗的最新说法，将会面临全面的游击战跟导弹的饱和攻击哦。那么这个第82的空降师也有可能就会随时来做进攻，这是来自于2面不同的攻势。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吕舰长怎么看了美军第3艘航母的加入，代表先前川普有没有错估形势？美军在中东地区目前的部署到底足不足够？如果派出了真的有这个地面战的话，那会不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吕舰长怎么看？当初我们来看到这个川普总统他的作为啊。它其实我们这次完全没有看到，B-52或者 B-2 轰炸机使用这碉堡克星的一个相关的内容。那他到底想怎么做呢？他当初想的，也就是透过这个有关于斩首战，然后接下来密集的攻击这一些弹道飞弹以及无人机的基地，然后最后让现存的政府乖乖的投降，把这个浓缩铀交出来。可是我们不断的看啊，战事不断的升级，但是这个结果一直都不为这个川普所望。所以我们在上个礼拜已经看到了，这最开始是福斯电视，可是我们看到 CBS News 它也很快的引述，也就是我们之前一再提到的布希号航空母舰打击群。那现在这个航空母舰的状况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我们看到这个有关于林肯号，它当然还在阿曼湾那个位置，可是福特号它已经不在地中海了，它已经进入到红海了。那它进入到红海之后，然后我们看到布希号它现在结束了它的那个部署前的一个各种演练。那如果说我们把现在这个除了福特号的所有航空母舰进行盘点的话，我们就会知道以布希号来讲，它已经完成了，那它现在随时待命就可以出发。那如果按照这个时程来讲，大概就是14天的一个行程。就像当初福特号从加勒比海出发的时候，那个时候川普总统不是说吗？给伊朗14天的时间，那个14天的时间，也就是航空母舰打击群上面的战机可以够得到伊朗的那个时间。那呢？但是我们讲到这里啊，我们下一趴还会讲到。那我们先看这一个，现在尼米兹号出现了。尼米兹号我们当初都认为它要去除役了，但是并没有。那我们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也就是林肯号打击群的位置，那现在也就是福特号打击群要进入到红海，那难道他进入红海不担心这个胡塞组织吗？当然担心啊，但是没办法，为什么？因为他要形成如果配合这个未来的布希号打击群的话，它要形成3个角的一个前行攻势。那这个也就是我们讲到说，他们未来的动作。但是我们刚刚讲到说，这个82空降师大家没有照片可是其实有。为什么？我们看到这个其实就是82空降师，他动用了CH-47的勤努克的这个直升机，其实已经将大量的部队
运往那个不确定的一个机场啊。那这个单一张照片不能解释什么嘛？他就是不知道往哪里走。可是还有另外一张其实也是在同一个小镇，但是它是从后面拍的。那而且它的这距离两个拍照点的距离其实非常远，也就是象征着到说，其实现在地面部队确实有在做准备，而且我们看到这一艘其实也就是阿灵顿号的这一个。船坞运输舰，它现在开始进行整补。它不但进行整补，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白框啊。那一般进行整补的时候，不太看到这种情形，就是海面上有警艇在那边巡弋，也就是不让任何的闲杂人等以及船只或者是游艇接近。那现在也出现这种状况。那这是在诺福克，那也就是靠大西洋这一侧，也就是发这篇那个 X 的这一篇文的这个作者，他就讲到说，这个是不是当初川普没有准备好，然后现在才觉得他要后续的不断的征兵，那也就是他想要用地面部队把这一个浓缩铀实际上把它运出来，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有了浓缩铀就是准备做核弹，那做了核弹之后就会跟金正恩一样。不听话。好，所以我们看到美军大军集结，除了说现在3航母准备要全部都集结在中东地区之外，还有地面部队现在也在美军的部分，地面部队也在做准备，弹药的部分，当然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快速的消耗当中，会不会影响未来美国对抗中国？等一下我们会请蔡委员带我们看。我们先来看到，那其实川普现在此刻呢，是不是弹药上面的补充，甚至是库存出现了问题呢？因为呢，他现在绕过了最新消息，绕过了国会紧急的军售了以色列超过2万枚的炸药。那么炸弹被视为是不是美以弹药库存已经不如想象的充裕呢？好，再来呢，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的动作，持续的加码攻击。这一次他突袭的对象包括了德黑兰的机场，并且摧毁了 F-14的战机，还有轰炸了它的燃料储存设施。德黑兰的上空下起了黑色的石油雨。再来，对于中国大陆来说，现在美军把重点都放在中东，会不会影响这个川普想要削弱中国的力量呢？来自于华府的一些专家特别做的评论，这一位是华府的智库专家，他警告说，战争拖得长，美军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飞弹防御专家也说，这场战争可能削弱美国对于中国的战略能力，美军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就没有足够的弹药可以来对付中国。这些评论委员怎么看？这个里面有对有错了。我们首先谈一个观念美国消耗的如果是炸药的话，它炸药还是满坑满谷啊，因为美国跟俄罗斯都有全世界最庞大的炸弹库存。原因在哪里？因为他们是从当年冷战时代为了应付双方面所累积下来的。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打乌克兰打到现在它的炸弹的库存量用还不到10%，那你美国可能储存更大量。那这个炸弹的这个量用在这个台湾海峡战争并不适合，因为假设说你美国跟在中国大陆解放军在台海发生战争的话，请问你炸弹炸谁啊？你炸上海吧，你炸台北嘛？因为不适宜用炸弹做战场，跟那个伊朗的情形不一样也跟俄乌战争不一样。第二个，这个中美两国如果在台海爆发战争，主要是导弹那导弹的话，美国也并不需要防御导弹，因为防御导弹只有日本跟那个台湾要，而且日本跟台湾只是挨打的角色，因为中国大陆的导弹数量实在太大，而不止导弹数量太大，它的那个它那个长程相似火箭弹除了台湾有办法救援打击，要不然面对中国大陆的无人机加上相似火箭弹，台湾的很多基地就在第一个时间就不见了。那日本如果要参战，日本会更惨。所以美国只剩下有各式各样的导弹可以攻击那个中国大陆登陆船团他应该不太敢攻击中国大陆的本土，因为攻击大陆的本土的话，中国大陆的更强的洲际弹道导弹就会出现，所以中美两国就可能爆发核
核弹大战，那这美国不会去打这种算盘的。美国的战争的最基本原则就是说，不管怎么打，对方不可以打到我的国家我的本土，打外岛没关系，打我本土绝对不行，这是美国的最高战略指导原则那所以在这种处境底下，我认为美国是在保护台湾的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这是无可避免的，因为战斧导弹消耗那么多，美国是第一个，它的防御导弹在这里消耗差不多了，包括爱国者啦、萨德啦这些防御导弹，但是攻击导弹它目前还好，比如说你那个战斧导弹是有损失一些，但它攻击导弹还很多啊，所以这个可是不一定管用，在台海战争上不一定管用所以的确是在西太平洋被削弱了那如果再把什么韩国的萨德导弹再搬过去，或台湾的爱国者导弹再搬过去，也削弱了韩国跟台湾的防御能力，那美国就更累了，还要更去拍习近平马屁对，看着不要打仗变成战略会这样的情形里面去所以美国短期内无法补充它的防御导弹，但是它的攻击弹药并不受影响。好，一方面是美国的防御导弹受到这场战争的影响会被拖累那另外一方面，伊朗呢，它现在则是持续的做这种消耗战，因为看到现在或许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太长期的一个消耗战。那现在西方媒体就说了，伊朗使用的方法就是复制当时的乌俄战争来打这一场消耗战。前美国国防部官员他警告说，美国海军已经拉到了极限，如果战事拖长，美国可能削减亚洲的海军的兵力，并且呢，特别提到说，俄乌战争让美国讨厌、痛恨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战争只要拖太长的话，会导致3个问题，包括了弹药耗尽、财政压力跟国内分裂。那么，伊朗就是用这样的招数，持续的用它的这个无人机跟飞弹来消耗、来拖垮美国，真的有用吗？杨老师怎么看？我们讲到目前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美国大概不会在短期发动地面战争。川普昨天也说，他不会透过库德族进行地面战争，大概他评估过，这个库德族的影响有限。那美国的这个82空降师最多可能把在伊朗外海的哈尔克岛给占领，但那个岛其实是影响到伊朗的石油出口的90%，它有它的重要的战略跟经济的这个价值。不过这样子一个做，你就进入到地面战争。那所以，如果目前是纯粹以轰炸相互的无人机跟飞弹的这种交换而言的话，的的确确战损一直是在扩大，但是呢，在可控的范围之内。那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战争会打多久？4个因素会影响。第一个，川普的想法的变化，他一直在变，但是川普的想法，我觉得现在受到接下来3个因素的影响。第一个，美国跟伊朗它的战争目标是不是在改变？尤其现在伊朗选出新的领导人，他的战争目标是什么？那当然，攻击方比他占优势的一方，美国跟以色列的战争目标是不是接下来要去斩首？就是那个穆杰塔巴还是说他要去让伊朗无条件投降？当然，这2个看起来不容易做到，还是说达到怎么样的这种地面的损坏的效果？其实那真的也没有办法去让伊朗投降，所以目标这个就变得很清楚。那第2个，双方弹药的库存，目前美国攻击轰炸的库存，我觉得不是问题，它可以从全球调。但是美国的拦截飞弹，刚才蔡委员讲的很清楚，那这个真的是有限。而伊朗呢，它的无人机造价便宜，目前至少有2万架以上，弹道飞弹应该至少还有1500枚到2000枚。所以你看它几波，每一波都是几十枚弹道飞弹，几十架、上百架无人机，那持续的就跟你交换，然后造成你的损伤。那但是我觉得第4个影响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通行的状况，因为它会造成持续油价的飙高。今天已经纽约油价来到100块，然后布兰特原油已经来到110最高的时候那因为不断的在变动，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预测了。有3个因素会影响川普的最重要的想法以及这个整个战争的走向。第一个，当美国的士兵死亡超过30人的时候，现在是7个人嘛？你想想看，因为在美国的国会里面投票，他按照政党的分布投票，但共和党这边有1个人跑票了，那是 Kentucky 的 Paul Rand，
他就讲的这个东西不能再死更多人了。所以如果超过30个人，那这个会对美国内部的政治以及接下来选举以及对川普的压力就很大。第二个，油价如果高于150的时候，布兰特原油在过去从来历史上没有高于150，最高的时候是在2008年143块。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呢？因为金融大海啸，还有俄罗斯攻打乔治亚，那这跟这个中东有关。然后我们看到911事件之后，大概油价都在120几、130几。然后呢，美国在那个疫情的时候，2022年的时候，大概是130块，120几，不到130。所以你看3个时段，经济大萧条，然后呢，这个反恐战争，到了就是这个疫情。你看，其实跟战争当然都有关联，但是呢，没有像这一次这么大规模，而且就是荷姆兹海峡20%的原油跟天然气，它一旦如果原油超过150，当然美国自己产油啊，但是油价会跟着变贵啊。那美国产油是没错，但你油价变高的时候，你美国老百姓加油还是贵啊，所以这个物价啊、经济都会受到影响。那这个时候川普能不能忍受？那我觉得第三个就是，当以色列停战不完的时候，因为以色列如果不断的遭受到飞弹跟无人机的攻击，他特拉维夫现在已经很多人要逃离了。当以色列发现到他玩不下去了，拦截飞弹也不够了，那个时候呢怎么办？以色列说我不打，那川普就说那你不打我也不打，当初是你要我打的。我觉得这个时候川普可能就会改变。好，谢谢杨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